今天呢，准备教大家6款小凉菜，真的是非常简单。我说有手就能会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都还复杂，还不够简单，我只能教大家烧开水了。糖渍番茄必属神器哦。大家都在说现在的番茄呢，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好吃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在做这个糖渍番茄的时候，怎么样给它做出又酸又甜呢？首先，这个番茄呢一定要去下皮，去了皮之后呢，它这个酸味和甜味才更容易泡进去。给它烫一下皮。这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个番茄在破皮之后呢，我们就给它捞出来。提前放入凉水中，就这水啊，一定是过滤过的水，或者是提前放好的凉白开水都可以。我们在给番茄这个剥皮的时候啊，我们就顺便熬点这种冰糖汁儿、冰糖水哈。这个也是黄冰糖，加点这个乌梅，这样的话我们熬个水，待会儿来泡这个番茄。开小火让它慢慢熬着就好了。为什么我用2种冰糖？是因为我的冰糖不够了。如果你有白的，你就全部加白的；有黄的呢，就加黄的哈。甚至没有了，你加白糖都可以。做这个糖渍番茄呢，你不能把这番茄煮得特别的软，就是我们的目的是让它去皮。你煮得太久的话，这番茄就会特别的软掉了。这个皮呢就剥完了，满满的一碗啊，想不想吃啊？再配上这种甜酸的味道。现在呢，这个汁水基本上就熬好了，熬好之后呢，一定要尝一下这个甜味哈，要根据你自己的冰糖的多少。这个呢有点像喝乌梅汤一样哈。接下来我们熬好了这个汤呢，直接放到这个玻璃碗中，乌梅也一起给它泡在里面。这个水冷却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把这个番茄啊放入水中。接下来我们加入这个柠檬片啊，这柠檬呢一定要把这个籽给它去掉，不然的话它会苦的哈。这柠檬呢可以增加这种酸味，而且是这种清香味。接着给它封起来，放入冰箱冷藏就好了。这个水可不要倒掉，水都是可以喝的啊，这个水比那个什么一瓶一瓶的饮料好喝多了哈。蓝莓山药呢，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吃，但是在家怎么做呢？今天教大家做一下。其实很多朋友呢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也会对这个山药过敏。这里也教大家一个方法，我们在削山药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找一个这种烧烤签，直接插在这个山药里面，这个棍它就形成一个支点。这样呢，你在削这个皮的话，不管是削上面还是削下面，它不注意这种粘液不会粘在你的手。两头给它切一下，削完之后呢，我们迅速的泡水啊。好，这个水开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把这个削好的山药直接放在蒸笼里面，整颗去蒸它。好，我们盖上盖之后呢，蒸个15分钟。这我们来检查一下熟不熟。这个呢，基本上蒸个15分钟就好了。教大家一个检查方法，用筷子或者是用镊子去擦一下啊，它就软糯了。如果是你比较粗的这种山药，可能要多蒸5分钟，蒸个20分钟，因为我这比较细的15分钟就足够了。这时候我们趁热啊，给它直接捣碎。它冷了之后就非常多的颗粒。这个呢，你要在熟食的砧板上去弄，因为可以直接入口。好，基本上就合适了。捣碎以后，我们放在玻璃碗中。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山药泥里面稍微加点白糖，给点这个牛奶，这样的话可以增加这个山药的湿滑度。搅拌均匀。我们调的时候不能调得太稀，因为待会儿我们这个蓝莓酱它里面本身就有水分。如果这时候你把山药调得特别稀的话，这个蓝莓酱加进去它更加的稀。接着我们直接装入盘中。这样我们用那个叉子稍微给它造个形，尽量把它修成一个3的一个造型出来，就是下面粗上面细的那种感觉。这个有点像小时候吃的尖尖糖一样。这个山药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做这个蓝莓酱。做这个蓝莓酱呢，我们首先找个这个捣蒜器，就是把它捣碎的这种。接下来把这个新鲜的蓝莓清洗过，直接放在这里面，别跑掉啊。这样把它碾碎。这样的话，这个蓝莓酱有新鲜的这个蓝莓加持的话，它会味道会更丰富一些。好，捣碎之后呢，我们将它放入玻璃碗中。蓝莓酱，这是一瓶装的蓝莓酱啊。如果你全用鲜的这个蓝莓的话，非常贵的。刚刚我的一小盒基本上就17块钱了啊，这个要便宜一些。这时候我们再加点蜂蜜，再加2小勺的这个纯净水，给它搅拌均匀。这样的话，这个蓝莓汁儿就调好了，非常的简单。乾隆有没有吃过这个白菜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是今天跟着我做的话，一定可以吃到这道乾隆白菜。首先第一步呢，我们要把这清洗过的白菜呢给它甩水哈。这个呢不是为了锻炼身体，是什么目的呢？一定要把这白菜水甩干，不然的话你待会儿拌出来这个乾隆白菜非常多的汤，非常多的水。好。这个呢，你可以选用大白菜或者是娃娃菜这些都可以，因为它是生拌的，尽量只要这个黄色的部分的叶子。这个呢已经被扯成了这个光杆了，但是呢你不要丢掉，要物尽其用。你第2顿可以做这个嘛，做这个酸辣白菜啊，或者是拿来泡白菜，甚至是做个白菜豆腐汤都非常不错的啊，不要丢掉哦。接下来我们要调个汁儿，给少许的盐，给点白糖。这个菜呢芝麻酱一定要多一点哈，我们来个2大勺的芝麻酱，我们加1勺生抽，这个香醋呢我们来个半勺，好，我们给1勺的蜂蜜。芝麻香油我们再来1勺，这个汁儿里面呢既有酸，也有这个甜，也有这个芝麻酱的味道。
最后我们再稍微加点纯净水，给它稀释一下。好，我们保证这个芡汁是这种拉丝的状态下，基本上它就拌得开了。接下来我们直接把这汁儿倒这个白菜中，这个呢不要浪费，找几片叶子给它擦涮一下啊，一定要保持这个碗里的干净，不要浪费了啊，擦干净啊。轻轻的揉一下，就像我们在洗菜一样的，你在水里的时候不要抓得太死。这种状态基本上就是这个白菜啊，它基本上它裹上一层薄薄的一种芝麻酱，你不要太厚。看这种它就不会出水，就前提是说你把白菜先把这个水甩干，它就不会出。如果第一步你的白菜没有把水甩干，这步它的这个酱汁它是挂不上去的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加点这种熟的白芝麻。夏天的快乐怎么能少了豆腐丝呢？凉拌豆腐丝5分钟就能搞定。这边水开之后呢，我们在水里啊给它加点这种盐。像这些豆腐丝的话，一定要给它焯水，尤其是夏天凉拌菜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为谁摸过你都不知道。包括这个青红椒丝都给它倒在里面，快速的给它焯一下水。如果你没有条件用开水焯水的话，就可以在家里面找个盆倒上开水给它洗一下。基本上我们给它捞出来，不要将它焯得太软。接下来我们在玻璃碗中呢放入少许的蒜蓉、葱花、小米椒、一点辣椒面。我们把这个油温烧到5成热啊，快速的给它浇上。这是耐高温的，如果你家里面没有耐高温的玻璃碗，你用陶瓷碗、不锈钢盆都是可以的哈，要注意安全。加2勺生抽，小半勺的香醋，少许的白糖，一丢丢盐，芝麻香油我们来个小半勺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接下来开始拌菜，拌好的汁儿直接浇在上面，直接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。我们再少一点葱花或者香菜也行。在四川呢，基本上我们都会加这种红油，但是我考虑到可能大家很多人家里面没有红油，你就不用加了哈。这个菜就拌好了，非常的快。请大数据把这道香菜拌牛肉推给天气热想减脂的朋友们。像这牛肉采不采呢，无非就2个点。第一个点是什么呢？你要选对部位。像我们今天这个凉拌牛肉啊，我用在锅里采用罄熟，因为它的烹饪时间比较短，所以我就选中牛身上比较嫩的部位牛里脊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是我们要保持牛肉里面的水分，这样牛肉才会嫩，所以说我们要腌制一下白胡椒粉。接着我们给点这个花雕酒。白胡椒粉、花雕酒，这就是去腥的，不要过早去加盐，加盐的话，这个肉就会吐水出来，把多余这个牛肉的这种胶质给它抓出来，给它补水哈。像这种姜葱汁儿，我们加进去啊，提前给它抓一下或者泡一下哈，让它出味道，加水分加进去，其实就是给牛肉注水，这样的话它有水分，牛肉会更加的嫩。这个水呢，你一次性不要加的太多，太多的话这个水是加不进去的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不要慌哈，慢慢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加第2次，跟这个肉按摩一样，慢慢的它就会把这个水分吸收进去。好，我们再加1次水，基本上加个3次水。这样的话，你看给牛肉注水之后，它就会非常的嫩了。比刚刚的已经水嫩很多了，因为我的1碗水，你看全部都加到里面去了，它这牛肉就非常的水嫩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还做一个什么动作？再加点蛋清，就像一个衣服一样，再给它加一层蛋清。这样的话，蛋清在加热的时候，它在表面会形成一个保护层，可以更好的锁住这个牛肉的水分。我们再给它穿件衣服，加点土豆淀粉。这个衣服不要穿得太厚啊，表面它形成一种生粉和蛋清同时去保护它的水分，不要太多，太多的话就变成像大热天一样穿个很厚的袄子啊，这样的话它就比较热了哈，口感就不好。这个衣服要一层一层去穿，你不能说先把生粉加进去，再来加蛋清，这样的话蛋清是加不进去的哈。一定要给它淋点这个油，来淋面一下哈。我们起个作用是，你待会儿下去的时候呢，因为它有淀粉，它会粘在一起。待会儿我们一片片下来，油它可以分离出来。你看这个够不够滑嫩？这个牛肉腌制好之后呢，我们放到旁边腌个15分钟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调个料汁儿。这步呢，我们还是找个这个可以高温的玻璃碗，给点小蒜蓉、干葱碎。如果你没有呢，你就放那种大洋葱切碎也是可以的哈。给点小米椒，一点的白芝麻，熟的这种白芝麻。好，我们把这油温呢烧到5成热之后呢，给它浇熟。3勺的生抽，给1勺的这个蚝油，小半勺的白糖，好1小勺的盐。我们再加1小勺辣椒油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再加点这个姜葱片，少许的花雕酒在锅中。接下来我们把这火开到小火哈，这个牛肉尽量让它这种微开状态去罄熟，不要说大火去煮它，大火一煮很容易把表面这个粉浆给它煮掉了啊。我们小火慢慢的去罄熟，一片片的下。下完之后呢，我们保持这种微火的状态，就是让它罄个1分钟，基本上牛肉就会熟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姜葱给它雕干净，接着就可以开始凉拌了啊。接下来把这个汁儿啊，这个浇到这上面来。好，最后再撒入我们的灵魂香菜啊，香菜呢不要拌得太久哈。
直接给它和转就好了，不然的话待会儿就死掉了。调个捞汁儿，放入冰箱半个小时，直接开整。捞汁小海鲜，锅中水开后呢，我们撒点姜片和这个葱段，接着呢给点这个花雕。今天这个海鲜呢，我只用了2样，一个是这个花甲和这个鲜虾。海鲜呢，小海鲜根据你自己的需要。这呢只是个汁儿一个方法啊。好，这个虾呢我们已经处理过了，提前把虾线都已经取出来了，简单的给它烫一下。如果花甲的话煮不开的话，它是臭的，你就不要去吃了。你不相信的话，你打开之后。那四川话来说就是帮臭的哈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快速的给它捞出来，多余的姜葱给它雕出来，顺便检查一下花甲哈，你就是那种打不开的就不要用了，菜里面就会是坏的，有味道，有异味。快速的放入这个过滤水中，让它降温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捞汁儿，捞汁小海鲜，给大家做个捞汁小海鲜哈。这个捞汁四川话说是骂人的意思哈。这步呢，我们找个可以高温的玻璃碗中放入这个蒜蓉。接下来给点这种干葱碎，提前切好的小米椒，我们给它一起搅拌均匀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油呢烧到大概4成热的时候，我们先下入这个青花椒，因为青花椒的话可以用油一爆它会出味的啊。干辣椒节，给它爆香好，快速的倒入碗中，一定要这样去爆一下它，它才会出香味。接下来给它调一下这个捞汁儿，加个2勺的盐，2勺的白糖，这个生抽我们加个5勺，这个藤椒油我们来个2勺，芝麻香油我们来个1勺。好，我们蚝油来个2勺，最后呢，我们加入1小碗的这个纯净水，用这个汁儿啊再去泡一下的海鲜，泡个半个小时，这味道就非常巴适了。接着我们加点这个提前焯水的木耳，来一点这种素的啊，兄弟们要吃点素的，不要全是肉啊，遭不住。给点洋葱和这个柠檬、葱段，好，把这个汁水给它搅拌均匀。接着挤点这个柠檬汁儿。海鲜全部给它淹没住，这是我们封上保鲜膜，放在冰箱哈，你不要激动哈，激动待会儿都冻成冰棒了，你不要找我哈。好，我们冻上半个小时之后来开始装盘。好了，今天的6道小凉菜就做完了。照规矩，最后一道给大家尝一下味道。这个一定要吃这个虾哈，蘸一下这个汁儿水，让它在这种低的状态下去吃。看没有哈？这个汁儿。入口之后呢，你感觉这个虾非常的清爽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这个藤椒的麻，再加上柠檬的清香味和这个鲜辣椒的这种鲜辣结合在一起，非常的爽。只要你一吃，绝对能够炫一盆，你根本停不下来，甚至吃完之后，你都感觉到你的心都是冰冰的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吗？偶像。